Hello， 大家好。之前在我们老房子换瓦片的时候呢，就是租地给我们的那个阿姨，她说他们上面有一栋房子，说是要卖出去，叫我们留意一下。但是呢，那个不是她的房，那个是他哥的房子，他就是给我们说一下，替他的哥问一下。但是呢，刚刚他又来说他的不同意卖，之前说要卖，现在他上来说不卖了。我们现在去看看他的那个房子情况怎么样。其实只是在马路上面，和我们这下面的几户人家是完全隔开的。而且呢，他们那个房子啊，交通特别的不方便，因为没有像这里这一条泥的马路。至少我们的这个房子的话，有一条泥马路在旁边，但是他们那条路的话就完全没有，就是靠一条小路上去的。之前他们那个房子是租出去的，然后后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退租了，所以说他说要给他卖掉，但是呢，今天又来说不卖了。其实呢，在我们村里面，条件比较好的房子的话，我觉得还是这一栋房子条件比较好。对，因为它就在马路下面，是不是？嗯。即使这一条泥路下雨天，也不影响那个车子运材料下来，而且它的材料是可以直接运到院子里面去的。所以我觉得我们村里面，在那边没有通路之前呢，这一栋房子条件是最好的。对，不单说从交通条件，是不是？对。咱们看这个房子的主体结构，你看人家侧边这些边板啊，什么都是完整的，他们这个结构是最好的。但是呢，人家不卖。对。他可能自己留来也有用处。可能是为了以后，年纪大了，对吧？对。退休生活以后，在这上面多好。对，他们这里交通很方便，而且房子随便修缮一下都可以。对，阿姨他们的房子在上面，就是从这一条小路上去，所以这里你下坡还好，背什么东西都比较方便。但是上坡的话，你就算上街去赶集买什么东西，这一坡它都是很难受的。对，大家看，而且这一条路距离他们的房子直线距离应该是50米左右。而且大家看，像这种台阶式的，你就算是推那个独轮车，它都推不上去，更别说像我们那个2轮车了。还有这里，一下大雨的话，那些水全部冲的这些石头到处都是。之前这左下这个地方是有滑坡的。对，这里的交通真的是很不方便。对。租房子的是一位小伙子，去年还到上面去，找过水。我觉得这一栋房子是有一点诡异的，它的诡异之处就在于要穿过一片森林，才能到了他们的房子，而且在晚上的话又没有路灯，真的是很吓人。马上就到了，就在前面，就是在这上面。我们之前捡蘑菇也是从这一条路去的，但是我们捡蘑菇是从上面走，他们的房子就是从这里走。哇，看这个路太小了，这个路很不方便。对，这个坡度还很陡。对，到了到了。嘿，这还有个牛圈。对，这是他们的牛圈，以前用来放牛喂猪的。啊。还是有完好的。对，比我们那个牛圈要好得多啊。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他们的大房子。哦，这里我还是第一次来哦。上次他跟我讲的时候，我还以为这个房子是他的，没想到是他大哥的。我还在想，他为什么要替他大哥做决定？后来他回去问了他大哥之后呢，他大哥不卖，所以这个房子现在就是这个情况。大致的看，他们这栋房子还算可以，是吧？而且比我们那里好多了。你看人家虽然交通不方便，但是人家的院子全部都是硬化出来的。对，这算一个，也是花了不少功夫的。这是一个优点，是不是？对，还有台阶，而且你看人家的这个屋檐，哇，这个柱子也是歪了的啊。我说实话，它这些砖墙结构，从表面上来看的话，比我们那儿是要稳固很多。对。但是有很多地方也开裂了。确实是。和我们那个房子差不多的是，他们的偏房也是已经快要倒塌了。
对，哇，我真的很欣赏他们这个院坎。人家以前全部是用石板搭的。对，你看，这里是他们的伙食房，就是厨房，但是已经全部塌了，里面的东西都没用了，都不知道以前租他们这个房子的人是在哪里做饭吃，可能也是搭一个台子，用那个电磁炉煮饭吃。简易灶台。对。过来一点吧，上面那个墙感觉要倒了。大家看，以前他们垒砖还是垒的这种造型，不过这个厨房要塌了，他们也没有在上面住，没有人来维修。看厨房，灶台全部都已经破旧了。不过我们从外面看的话，它里面的那些天楼板，就是2楼的那些楼板，都还是好的。里面没有人住，所以这个地方以前还是把这些墙给粉刷了的，里面也是砖墙。大家看，我们透过窗户看，虽然人家这里条件不好，你看里面的这些都是打上地坪了的，哇，真的是不可思议。以前运材料真的是太难了，大家看。我们上面很多老房子都没有打地坪，包括爷爷奶奶他们现在住的那些房子都还没有打上地坪。你看人家这个老房子，而且全部都是用的水泥打的。看外观的话，这个条件在我们村里算是不错的了，可惜它现在不卖了。大家看窗户这里裂了好几个口子，上面也裂开了。这个墙的话，如果是要维修或者是改善的话，也是要把这些砖墙给它拆掉，重新砌的。那这个房子整体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，一共是有3间，加上那个偏房就是4间，3大间4小间这个样子，也是内外1间2间的样子。他的这个房子以前是不通电、不通网、不通水，然后之前不是有一个年轻小伙子在这里租房子吗？就把电给他通好了。对，电表是安装在这里的。对。大家看，这个电已经是拉到这个地方的。对，这些都是那个年轻人做的。不过他们这个地方说来也不是好，但是比我们那个好的就是后面不会出现塌方的情况。前面也不会塌方。前面很宽敞，后面呢也很宽敞。对，大家看他们这后面直接是一块土地，看。是不是？这块土地隔他们的房子还是挺远的。对。所以不存在塌方的情况，而且后面也没有树林，排水也有排处，是不是？对，这里条件确实比我们那要好一点。对，他们这里应该是还有一个偏房的。你看这个也是以前的灶台。对，这是灶房。对。塌掉了。也是厨房。有一个小偏房那种。因为以前像这种大房子的话，它都是2兄弟分一个房子，所以两边的话它都有一个厨房，就相当于是分家嘛。因为他们以前也是有2兄弟，所以这个房子以前应该是共有的，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他哥一个人，可能就是像我们下面那个情况一样，就是转给一个人了哈。对，花多少钱转给他了。可惜了。可惜。对，可能是人家后面要在上面来养老，而且这个房子周围的土地也是他们自己的，所以在这上面来种什么东西都很方便。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交通了。对，唯一的缺点就是交通非常的不太方便。而且大家都知道，像这种老房子隔牛圈比较远的话，它就是方便的时候就不太容易，还要从那边走到这边来。也有一个好点就是那些异味啊，是不是？离得远。对，但是我就搞不清楚为什么他们家的牛圈是建在房子的前面。
我从这里看他们的这个房子，这边已经瓦片全部塌没了，全没了。对，只剩这些木板子在这上面搭着。对，看到没？只剩格子板了，而且那一面砖墙很快就要倒了。嗯，这就是木房子，没有人住，没有人住的话就不去维修它，它就倒得很快。而且我发现他们这房子的材料用料方面的问题和我们下面一样，就是那个柱子和手臂差不多一样大。嗯，但总的来说，这个房子条件算是好的。那他们自己要留着不卖，其实他们这里卖的话也很难卖出去，因为这里实在是没有什么很优势的条件，就除了它的院子里面是硬化的，其他的就感觉也没有什么啊。嗯，因为这个后期维修成本的话也是蛮大的。这个房子感觉就像是被这些树林包裹在其中一样。对，被这些大树。对，大家看，还有这个地方，那个边板全部都要掉了，和我们下面情况一样。这个牛圈也歪了，也需要给它矫正。这房子具体的也来看过了，就是，哎呀，最主要的还是交通运输的方面问题，而且后期房子维修啊，肯定也是要像我们那样换瓦片、换领子、换柱子，还有里面的一些基础设施呀，也全部都没有得到改善，主要是交通不太发达。对。